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：心静的女人轻松能做到这些，很了不起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女人天生具有情感丰富的一面，她们渴望分享自己的感受，有时也会表现出激动和情绪化。然而，一个能够保持内心平静的女性显得很不简单。心如止水的女性在面对各种人和事时，不会被情绪所左右，她们的念头如同流星划过夜空，转瞬即逝，不会让那些情绪长时间地束缚自己。她们深知，无论是人还是事，都有其固有的边界和局限性，每个人都是在自己有限的认知框架内生活，因此他们不会对他人提出过高的期望。他们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，理解他人的处境。他们深知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挑战和不易，因此他们对他人更多的是宽容和理解。静而不恶是一种慈悲。有些女人对某人不喜欢时，似乎那人做啥都不对劲。她们看待事物时，仿佛戴上了有色眼镜，自然看到的都是问题。举个例子，当某些女性希望别人帮忙，而对方没答应时，她们可能会认为对方有问题。一旦对某人或某事产生了反感，这种情绪就像磁铁一样，吸引着更多相似的负面情绪和事件。对讨厌的事物投入太多情感，只会让这种负面情绪蔓延开来。然而，内心平静的女性则不同，即便她们对某人或某事不甚喜欢，也不会让这种感觉演变成厌恶。她们深知厌恶的力量，因此将心思集中在自己要做的事情和喜欢的人身上。在人世间，不喜欢某些人或事是难免的，但若能妥善处理与这些不喜欢之间的关系，生活中的不如意自然会减少。心胸宽广的人能包容的事物更多，烦恼自然也少。内心平静的女性正是这样的人，她们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，而不是幻想里，对世界的真相有着清晰的认识。她们明白，无论是谁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都没有什么值得责怪的。正因如此，她们拥有一颗充满同情的心。静而不语是一种境界。月月是一家茶叶店的店长，店里的生意时好时坏，但他从不曾抱怨过一句。无论是生意兴隆还是稍显冷清，他总是整天挂着笑容，浑身散发着正能量。他心里肯定也有许多烦恼想要找人倾诉，快乐想要与人分享，但他总是选择默默藏在心底。遇到烦心事，他会积极想办法解决；遇到开心事，他也淡然处之。其实，每个成年人都有迷茫、无助、为难的时候，这时候总想找个人倾诉一番，尤其是女人们，恨不得说个痛快。然而，一个女人若是喋喋不休，往往会让人轻视；而当一个女人话虽不多，但句句切中要害，就会让人对她刮目相看。心静如水的女人，即便是开口说话，也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她们会根据对方的状态说出合适的话，懂得斟酌言辞，而不是一股脑地倾倒自己的想法。她们懂得什么时候该说，什么时候该沉默，从不轻易吐露心声，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，也选择独自承担。这样的女人活出了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。她们不仅内心平静，整个人也显得格外沉稳。静而不争是一种豁达。小丽成长在一个观念陈旧的地方，那里的人们对男女有着不同的期待。尽管如此，小丽对知识的渴望从未停歇，她总是孜孜不倦地学习。然而，总有人在她耳边嘀咕，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最终还不是要嫁人。起初，小丽会尝试解释，告诉他们读书给她带来的改变和快乐，但那些人似乎总是充耳不闻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小丽学会了沉默，不再与他们争辩。她明白，有些话无需多言，行动才是最有力的回答。
终于，小丽在城市里找到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，这个消息传回了村里。现在，每当她回到家乡，那些曾经的质疑者都闭上了嘴，反而用她的故事来激励自己的孩子。小丽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，无声的努力比任何争辩都更有力量。心境的女人明白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异，试图改变每个人的想法是徒劳的。他们知道，有些话不必说出口，因为夏虫不可语冰。他们不会为了争辩而让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。这样的女人，她们豁达而宽容，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，她们的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，不会在无谓的争执上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。那么，女人为何需要心静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心平能御3000疾，心静可通万事理。保持心灵的平静，不仅能治愈身心的疾病，还能让人洞察事物的真相和道理。心静的女人，她们的气质中透露出一种高贵，让人既想靠近又不敢轻视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，能够保持内心平静的女性并不多见，而那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女性，往往更受人喜爱。心静的女人是智慧的，她们懂得如何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，而不是在琐碎无益的事情上耗费。做一个心静的女人，是一种难得的品质，也是一种独特的魅力。正如一书所言，做人凡事要静，静静的来，静静的去，静静努力，静静收获，切忌喧哗。真正的内心平静，是能够放下，能够忘记，是心无挂碍，也是从容不迫。在生活的纷扰中，心静的女人依然能在灯火阑珊处保持一份宁静和修行。4. 最高级的活法是心静。心静是一种只有你自己能够体会的内在状态。在人生的低谷或高峰，若能保持内心的平静，那便是对生活有了深刻的理解，活得通透而高尚。生活总是起起伏伏，当处于低潮时，保持沉默，沉浸在书的世界里，减少无谓的闲聊，多花时间去思考，不去插手无关紧要的事情，让自己的心灵安静下来。对于那些痛苦和烦恼，选择沉默，不去过度干扰或纠结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那份宁静会慢慢发挥作用，那些无病呻吟的情绪、多余的想法，以及那些让人纠结的心态，都会逐渐消散。正如丰子恺所言，既然无处可逃，不如喜悦；既然没有净土，不如静心；既然没有如愿，不如释然。生活始终是属于自己的，学会安抚自己，让生活变得轻松自在，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加从容。这种心静的生活方式，才能让一个人变得自然、宁静、从容和美好。5. 心越静，越有福气。有人说，那些能让心灵达到极致宁静的人，都是生活中充满福气的幸运儿。一个真正有福之人，总是保持着一种平和、宁静的状态。就像品尝美食，只有懂得适度，才能体会到那份恰到好处的滋味。这种淡然的滋味，恰是人生最美好的状态。试想，如果一个人背负太多，烦恼缠身，心灵变得复杂，那么他的每一天都会在忙碌和焦虑中度过。你或许认为这是充实，但实际上，那不过是无谓的折腾。只有当你真正明白自己渴望什么样的生活，你才能有针对性地、有目标地度过余生。梁实秋曾经说过，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，于必须的工作之余，还能有闲暇去做人，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，去享受人的生活。人在有闲的时候，才最像是一个人。做一个有闲情逸致的人吧，因为生活本就需要节奏，甚至是一种慢节奏，才能让人感受到简单而纯粹的快乐与幸福。同样，学会劳逸结合，
给自己留出生活的空间和时间，你的生活才会真正变得有滋有味。太多人为了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欲望，为了名利，甚至只是为了短暂的得失，而让自己和周围的人陷入疲惫不堪的境地。杨绛先生曾经说过，生活一半是人间烟火，一半是清雅欢愉。人生一半是清醒，一半是释怀。始终要记得，许多事情不必过于执着，许多人也不必过于计较。适时的退让其实是一种难得的智慧，让自己静下心来，安静地过日子，静心体验生活的每一个瞬间，这样才能拥有一个更加充满福气的人生。6. 一种玄学，心静。有个很玄秘的现象，就是人越心静，往往越幸福。心静下来的时候，处理问题会更理性、更理智，同样也能够让自己产生更多的智慧、谋略。正如古籍《大学》所说的那样，知止而后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因此，无论我们身处人生的低谷还是高峰，都能保持一颗平静的心，抬头仰望星空，或低头审视脚下的路。这是一种心灵宁静的智慧，更是一种宽广的心境。所以，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，我们都应当努力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平静。我特别喜欢这样一句话：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望天空云卷云舒。只有当我们能够像看待花开花落那样平常地对待荣耀与屈辱，我们才能做到真正的泰然自若。在这个纷扰复杂的世界中，我们面临着无数的干扰和诱惑，因此我们需要学会让心灵平静下来，坦然面对一切，不被外界的喧嚣轻易扰乱内心的宁静。宁静不仅是一种心灵的境界，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。心静则清。诸葛亮在《诫子书》中提到：夫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。这句话传达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，那就是品德与才能兼备的人，是通过内心的宁静和专注来培养自己的。这告诉我们，在处理事务时，保持冷静和专注是至关重要的，因为急躁往往会导致错误。曾经有个木匠在自家院子里忙碌着，突然他的手表带子断了，手表掉进了满是爆花和锯末的地面，消失在了爆花之中。木匠立刻变得焦虑，因为这块手表对他来说意义非凡。他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计，一边责怪自己的不幸，一边焦急地在爆花堆中搜寻。但爆花太多，手表就像被大海淹没的珍珠，怎么也找不到。天色渐渐暗淡，木匠的徒弟们也加入进来，手持灯光四处寻找，但依旧徒劳无功。木匠见大家劳累不堪，便提议说：算了，我们明天白天再找吧。于是大家便散去吃饭休息了。当所有人都离开后，木匠的儿子独自在院子里玩耍，却意外地发现了那只遗失的手表。木匠既高兴又惊讶，问儿子：我们这么多人拿着灯都找不到，你是怎么找到的呢？儿子回答说：你们都走了，周围变得很安静，我静下心来坐在地上，就听到了手表滴答滴答的声音，顺着声音我就找到了手表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遇到令人烦恼的事情时，只有当我们静下心来，才能更清晰地思考，更快地解决问题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难免会遇到许多出乎意料的情况，如果内心被扰乱，无法平静地处理，那么问题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复杂。只有当我们静下心来，才能沉淀内心的浮躁，避免冲动行事。在心烦意乱的时候，不妨让自己安静下来，倾听内心的声音，仔细观察周围的每一个细节。心静则清晰，心清则明智。当我们静下心来，或许一切都会变得明朗起来。2. 静能生慧。翁同龢
清朝的3代帝师曾经这样说过：美临大事有静气，不信今时无古贤。自古以来，那些被尊崇的圣贤都拥有宽广的胸怀，面对重大事件，他们总是镇定自若，举重若轻，应对得体。在关键时刻，只有内心平静，才能保持从容。司马光砸缸的故事，想必大家都不陌生。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，大人们都外出，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后院里尽情嬉戏，玩着捉迷藏。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，里面盛满了清水。一个顽皮的孩子爬上了缸沿，不慎失足，整个人跌入了缸中。孩子们见状都惊慌失措，围着水缸团团转，却想不出任何解决办法。他们一边哭泣一边呼救，跑去寻找大人帮忙。水缸巨大，水深难测，眼看那孩子就要被水淹没。在这紧要关头，司马光提醒自己必须保持冷静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静下心来，急中生智，迅速捡起一块大石，用力向水缸砸去。水缸破裂，水涌而出，被困的孩子终于得救。幸亏在危机时刻，司马光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惊慌失措，而是能够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沉着应对，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在许多情况下，人们遇到紧急事件，往往会惊慌失措，自乱阵脚，但这样的反应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。狄更斯曾经提醒我们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要冷静沉着，越是紧急的时刻，越需要心如止水，沉着应对。正如那句话所说，水静极则形象明，心静极则智慧生。当水面异常平静时，水面上的倒影才会显得格外清晰，而当人的心境达到极致的宁静时，自然能够辨明是非，洞察纷扰。3. 心静则明。在我们这个社会里，欲望无处不在，快节奏的生活和无形的压力让人感到窒息，仿佛难以找到一片宁静之地。林清玄曾经说过，当我们的心静下来，烦恼喧哗，彷彿生命中的污泥，但我们也等待着，或者会有一朵莲花，一些清纯的智慧，从无名的未明的角落开启。莲花能在污泥中绽放而不沾染，同样的，只要我们的心灵能够平静，那些烦恼自然会消散。我们需要学会静下心来，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保持一份清醒。提到居里夫人，这位2次荣获诺贝尔奖的杰出科学家，她的科学成就举世瞩目。即便如此，居里夫人本人却并不追求名声，她依旧保持低调，从不参加自己不喜欢的活动。在成功提炼出镭之后，有人建议她申请专利权，垄断镭的生产，以获取巨大财富。然而，居里夫人却说，那是违背科学精神的，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应该公开发表，别人要研制，不应受到任何限制。何况镭是对病人有好处的，我们不应当借此来牟利。他心无旁骛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科学，不求名也不求利。有一次，居里夫人的朋友来访，看到他的小女儿在玩他的奖章，惊讶地问居里夫人，奖章那是极高的荣誉，你怎么能给孩子玩呢？居里夫人却微笑着说，我是想让孩子从小就知道，荣誉就像玩具，只能玩玩而已，绝不能看得太重，否则就将一事无成。这正如古语所言，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不追求名利，生活简朴，才能显现出自己的志向；不追求喧嚣，心境安宁，看淡世俗名利，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。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人生需要静下心来，慢慢沉淀。老子曾说，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。万物的本质是静，只有静才能回归生命的本源。静是人生最好的修行。无论何时何地，
我们都应当保持一颗平静的心。你是否也有过静不下心来的时刻？我确实有过，而且时常如此。无论是在阅读、用餐，还是陪伴他人，我的思绪总是飘忽不定，胡思乱想。一位我很尊敬的中医曾告诉我，静能生慧，意思是当你内心平静时，许多事情都能处理得更好。那么怎样才能让心静下来呢？一、冥想。自从我开始接触冥想，我便学会了如何觉察自己的内心，让心灵得以平静。过去我对冥想、打坐这类活动并不感兴趣，但深入了解之后，我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智慧。它教会我们如何从内心深处审视自己，特别是对于那些难以控制自己思绪的人来说，这是一条通往自我了解的路径。除此之外，站桩、打坐、瑜伽等修行方式同样能够引导我们走向内心的宁静与和谐。二、慢跑。跑步被誉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，如果3公里的距离未能让你释怀，那就挑战5公里吧。别以为跑步仅仅是一项运动，它会让你的心跳加速，变得焦躁不安。实际上，跑步是一种极佳的静心之术，特别是当你在户外奔跑时。随着身体的摆动，每一次深呼吸，从1公里到3公里，再到5公里，你会逐渐感受到内心的宁静，所有的干扰和烦恼都随之消散。3、听音乐。音乐，这世上美妙的存在，它拥有着神奇的力量，能够引导我们情感的河流，让心灵得到抚慰。它如同一位温柔的朋友，总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，用它的旋律来调节我们的情绪。当你沉浸于音乐之中，你会发现你的心灵逐渐平静，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那悠扬的音符轻轻带走。4、阅读。阅读，它能让人的心灵得到宁静，这似乎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真理。让我分享一个个人的经历吧。在那段戴着口罩的日子里，我感到异常焦虑不安。就在那时，我偶然间翻阅到了《黄帝内经》中的一段话：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；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这短短的几句话，仿佛一股清流，瞬间让我平静下来。我沉浸在这段文字中，仿佛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，连身体上的不适也似乎减轻了许多。5、接触大自然。中医诊断学的博士罗大伦曾经提到，人要多接地气，这样更不容易生病。所谓的地气，实际上是指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。自然界的怀抱对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健康都具有神奇的治愈力量。当我们置身于青山绿水之间，心灵会不由自主地平静下来，仿佛与真实的自我更加贴近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